Hi friends，欢迎回到我的哔哩哔哩频道。这是我的床头柜，这个是我床边的地上，然后呢，这是我的书桌，这里有书，然后这后面还有一整排书。这个视频是我的阅读 vlog。自从搬回澳洲之后，我的中文它有在退步，我的中文阅读水平可能没有超过小学5年级的 level。So， 我打算每一本书都做一个 reading vlog， 这样子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读这本书。看完之后呢，我会在视频的结尾做一个总结 ，and 告诉你我的想法，我会不会推荐这本书 ，all that sort of stuff。So， 这是我现在在读的中文书，其实是原著是一个韩国的作者。当然这本书有一点奇怪，有很多时候我必须把这本书放下。I've been like， 我需要休息一下。不是因为阅读有任何的问题，而是 it's too much, it's a lot. So, anyways， 今天我要去上课，我会提前到我的大学，希望我能够插进一点阅读时间。Let us continue。我在等我的妹妹回家，因为明天是我们爸爸的生日，所以我要去买蛋糕。I'm very close to finishing it. This is very sad. What's happening? Okay. 现在我已经读到147页了，还剩这么多。主角的名字是英惠。这个书分成了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她的老公，第二部分是她姐姐的老公，然后第3部分是她姐姐在讲关于她的故事，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她到底在想什么。她姐姐说的这句话，我觉得有抓住这本书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她姐姐说，事实上她在心底憎恨着妹妹，憎恨她放纵自己的精神跨越疆界，她无法原谅妹妹的不负责任。这本书我读完了之后，我再跟你们讲我对这本书的理解。朋友们好，今天我直到下午才有事情要做，在一个咖啡馆 finish 这本书。这是我的咖啡 ，very 好喝。朋友们好，我的指甲掉了，要不要贴回去 ？She's back, we're back to slaying。我终于把这本书读完了，这是我自从搬回澳洲之后读的第1本中文书 ，like 读完的第1本中文书 ，crazy。然后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本书非常的引人入胜。I enjoyed it， 我在1个星期内读完了 ，so。现在让我来给你们做一个总结。我觉得这是一本很有深度的书，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So， 首先这本书分成了3章，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社会的习俗和结构，还有对于行为的规范一一崩塌。我觉得这本小说展现了一种 令人毛骨悚然的超脱。我们的主人公英惠，她选择吃素，是她内心世界的狂风骤雨被她平静的假象掩盖太久了，而且她精神世界中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必须要有一个出口。It's not gonna be pretty。所以要是你想要读这本书，然后你不想要我给你剧透的话呢 ，stop watching this video。我不会剧透太多东西，但是我会更深入的讲解一些发生的事情。首先我想说的就是，在这本书里面，英惠她是沉默的，英惠的静默是她的标志。在这本书中，我们从来不会从她的视角来了解她的经过。So， 第1章是从英惠她老公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的。这是一个非常平庸且甘于平庸的男人，老婆对他而言就是一个让他生活舒适的工具。他对于他老婆选择吃素，只会想到他老婆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会怎么影响到他，他丝毫没有去关心或者了解老婆的意思。我们其实从第1页就能够看到他对他的老婆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妻子吃素以前，我没有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的人。老实讲，初次见面，我们并没有被他吸引。Good。我之所以会跟这样的女人结婚，是因为她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同时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缺点。在她平凡的性格里，根本看不到令人眼前一亮、善于察言观色和成熟稳重的一面。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舒坦。
正如我期待的那样，他轻松地胜任了平凡妻子的角色。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为我准备一桌有汤有饭有鱼的早餐。妻子少言寡语，很少开口向我提什么要求。即使我下班回来晚了，他也不会抱怨。有时难得周末2个人都在家，他也不会提议出门走走。整个下午拿着遥控器在客厅打滚的时候，他都闭门不出。到了吃饭时间，他才会走出房间，一声不响地准备饭菜。在第1章里面是他妻子选择开始吃素的这个经过。从第1页开始，我们就了解到他其实对他的妻子没有任何的认知，只是把妻子当作像保姆一样。不想要剧透，我只是想要 diss 一下她的老公，因为渣男。OK， 第2部分是从他姐夫的角度来讲述的，进而展开了这本书对于艺术还有道德的一个探讨。我觉得他的姐夫非常自私地利用了一个女人的精神创伤，去实现他的自我发现还有成长，以及他艺术的进化。他把英惠视为他的 muse，and 他对英惠的超然脱俗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然后他开始痴迷于英惠，想要利用她去成就一些他艺术上的追求。因为他对自己的生活还有他艺术的不满，是一个在他内心已经涌动已久的一个暗流。他的这种痴迷还有执念，让他付出了他婚姻的代价。Spoiler， 呀、从她老公的角度的话呢，英惠一开始对他没有任何用处的时候，他就想要离开他。像我之前读的第1页的话呢，他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情感可谈，他从来没有试图去了解他或者去帮助他。然后第2章从他姐夫的角度来写的，他也没有想要帮助英惠的念头，他只是想要利用他，就像英惠是一个能够用来成就他的作品的一个工具。这书里面的2个男人都物化了我们的主人公，这2个男人像掠食者一样，他们被社会 program， 而他们完全看不出来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任何的问题，丝毫没有感到任何的愧疚。然后直到最后第3章是从他姐姐的角度来讲的，虽然一开始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英惠为什么会这样子去做，但他还是在照顾她。我认为我们只知道这书里面的2个女人的名字，而且不知道她们老公的名字，不是一个巧合。因为要是这书中有1个人对英惠有一丝毫的同情、体谅还有了解，是她的姐姐。我觉得这部分有展示女人之间的一种认知，因为她们是姐妹，而且她们2个人都是女人，她们有很相同的经历。然后我觉得我们能够从姐姐的视角去了解这个故事，是离英惠的角度最近的。因为我们虽然没有得到英惠她自己的视角，但是我们有得到她姐姐的视角。然后呢，我有在之前的 vlog 里面读了她姐姐说的一句话。姐姐说，事实上她在心底憎恨着妹妹，憎恨她放纵自己的精神跨越疆界，她无法原谅妹妹的不负责任。这本书就是关于压抑你自己的本性，然后必须要面对你压抑的本性的时候的一些后果。我觉得在离这本书结尾的部分，我们有开始看到他的姐姐压抑很久的一些情绪 just like inner conflicts 开始涌出来了。虽然他的妹妹在这本书里面会被人视为是一个受害者，但是我觉得他姐姐有一部分是嫉妒他能够放弃在正常社会中他应该有的一些责任。Yeah, it's very interesting。 这是一个剧透，所以要是你不想知道的话，真的不要再继续看下去。英惠离这本书的结尾，她开始不吃任何的东西。Obviously， 你不吃东西你会死掉，所以她的姐姐在跟她聊 please eat something。然后她跟她的姐姐说了这样子一句话，她说：“姐，我现在不是动物了。”她说：“我不用再吃饭了，只要有阳光我就能活下去。”姐姐说的没错，很快我就不用讲话和思考了。Crazy。然后在最后的这个章节里面，他的姐姐有讲述一些他们小时候的经过，因为从小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小时候迷路的时候呢，英惠就提出他们干脆就不要回去了。他从小就想要放弃还要离开他该扮演的角色。然后这里他的姐姐也有写到，但如今他明白了，那是身为长女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因为早熟，而是处于悲切，那仅仅是一种求生的生存方式罢了。我觉得这本书到了最后，他姐姐有在反思还有思考他很多小时候的经历。他认为自己应该是谁，他其实真正的是谁。像这里写的，他突然觉得自己仿佛从未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但这是事实，他从未真正的活过。有记忆以来，童年对他而言不过是咬牙坚持过来的日子罢了。他确信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这种确信促使他从来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他为人老实，任劳任怨，因此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不知道为什么，面对眼前颓废的建筑和杂乱无章的野草，他竟变成了一个从未活过的孩子。That's amazing。 他开始对他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认知，像这里写的，他知道自己在很早以前就已死去。但是最后的章节我不想要讲太多，因为我觉得你可以有自己很多不同的理解。这本书里面唯一不变的就是因为他对吃素的执着。面对他家人对他吃素越来越激烈的反应，我觉得英惠她渐渐的看起来像是
唯一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他选择吃素，我觉得更是一个比喻。对于英惠而言，他吃素并不只是不吃肉食，他想成为一个植物一样的存在。然后他渐渐的开始不再说话，不再吃东西。我觉得这就是这本书想要表达的主旨。他成为素食者，是因为他想要追求一种人类不可能达到的纯真和无邪的境界。我觉得这本书展现，当一个人偏离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暴露了社会共生关系的不真实还有脆弱，以及对人性最深层的欲望的压抑是多么的危险。虽然这本书里面有描绘男权社会里的暴力、仇恨以及对女性非人的对待，但是作者他自己都有说到，我觉得这本小说并不是对韩国社会的抗议，而是一个更普世的表达。我只是想直面人性的暴力以及对纯真的追求。要总结一下的话呢，我觉得这本书是关于一个人与社会的疏离感。当你否认自我，然后必须要面对自己压抑的天性的后果。我认为英惠的素食主义是它的一个差异性还有疏离感物质的表现方式。她作为一个素食者，It's just a physical manifestation of her alienation。然后我觉得这本书也有展现男权社会的危险，还有生命的意义。可能更恰当的是一个缺乏意义的生命。我认为你现在生活中的经历会相应你对这本书的理解。每个人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并理解这本书，这是我之所以这么喜欢阅读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要是我2年后再来读这本书的话呢，我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的视角，也会对这本书有不同的认知。So 我希望我有让大家对这本书感兴趣。It was actually hard to read， 不是因为读中文困难，而是这本书它有面对一些非常黑暗的一些现实还有话题，我觉得是我开始读中文书很好的一个开头。要是你有读这本书的话呢，我很感兴趣来了解你对这本书的理解还有分析是什么。 OK， 我也想让大家投票，我接下来该读哪本中文书来做阅读分享。 1 minute。 OK， 这是我买的其他几本中文书。灿烂千阳，慢一点也没关系，流动的盛宴，6月新阳，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我对他们都非常感兴趣 ，so 让你们投票，我接下来该读哪一本 ，and I will do it。Yeah， 谢谢你们的观看，不管你看这个视频是什么时间 ，I hope you have a good day。